我凭一己之力，用我的专利技术给公司赚了整整3.7个亿。庆功宴上，老板王浩然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我一个3万块的红包。装逼烦！年轻人不要只看钱，要看重平台给你的机会。我笑着收下了，谢谢老板。3年后，专利保护期一到，我转身就把它卖给了公司的死对头。各位伙伴，今天是属于我们腾飞科技的荣耀时刻。经过1年的奋斗，公司年度利润历史性的突破了3.7个亿。终于在他感谢了行政，感谢了后勤，几乎感谢了整栋大楼的清洁工之后，他才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当然，我们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也离不开我们技术部门。我们破晓计划的核心专利是我们成功的基石。它的研发者庄毕凡今天也在现场。毕凡，来到台上来。王浩然热情地邀请我，另一只手从司仪那里拿过一个红色信封。庄毕凡，你是公司的功臣，为了表彰你的杰出贡献，公司决定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全场气氛被推到顶点，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厚的离谱的红包。我也在猜，30万还是50万？毕竟那3亿7千万的利润，我是核心专利的唯一创造者。3万块，3亿7千万，两个数字在我脑子里撞出荒谬的火花。小庄，年轻人不要只看钱，要看重平台给你的机会。钱够用就行了，眼光要放长远。公司这个平台能给你的，远比这点钱多得多。人群里爆发出压抑的窃笑和议论。搞了半天就3万，真是个笑话，打发叫花子呢？这老板也太黑了，吃人不吐骨头。这书呆子活该被欺负。我把那3万块整整齐齐塞回红包，对着他，也对着全场鞠了一躬。谢谢老板，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栽培。墙上贴着的专利证书的复印件，每一个字都凝结着我无数个不眠之夜与透支的健康。那段日子，我几乎全在实验室里熬过无数通宵，顶着一次次失败，反复调试实验数据，直到攻克最后一个技术难关，才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我本以为才华与汗水能换来应有的认可和回报，但现实给了我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发明专利权期限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为10年，均自申请日起算。我的核心专利正是实用新型，那么从申请日算起，保护期是3年，不多不少，正好还剩3年。辉煌科技是我们公司在国内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们的技术实力不弱，但始终在某个关键领域无法突破，而那个关键领域正是我的专利所解决的核心问题。王浩然能靠着我的技术赚3.7个亿，辉煌科技凭此只会赚得更多。一个清晰完整的计划在我脑中迅速成型。王浩然，你教会了我，平台很重要。现在我要用你教会我的道理，亲手拆了你的平台。庆功宴之后，我被从核心研发部门调离了，新的岗位是技术支持，其实就是个给全公司修电脑、维护服务器的杂役。王浩然的理由冠冕堂皇。庄毕凡，你技术能力强，但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去技术支持部锻炼一下，对你全面发展有好处。我成了整个公司的笑柄，3万块成了我新的外号。嘿，3万块，我这儿死机了，赶紧过来看看。哟，这不是我们的大功臣吗？怎么服务器又崩了？而当初那些在我手下帮忙的人，却因为破晓计划的巨大成功，一个个都获得了晋升。我对此毫无反应，我只是沉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每天准时打卡上班，准时下班。我的沉默让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只有一个人例外。庄哥，你别往心里去，他们就是嫉妒你。张晴，一个刚来公司不久的女孩，她清澈的眼睛里满是真诚的担忧。没事，我是真的没事，因为被边缘化的生活给了我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主管，我利用最近的空闲时间，对破晓计划的现有技术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复盘和优化。我发现了一个可以大幅提升性能，同时降低成本的新路径。我把这个优化方案写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了我以前的部门主管。不错，你这个先放我这，我帮你交给王总。几天后，在部门的周会上，一个叫楚生的同事，也是王浩然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展示的 PPT 上正是我那份优化方案，内容几乎一字未改，只是在报告人那一栏换上了他的名字。这份方案是我在庄毕凡原有技术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推敲和大胆创新，才最终成型的。当然，这也离不开王总平日里对我的悉心指导。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挑衅似的看了我一眼。我的功劳再一次被无耻的窃取挖分，这一次连那3万块的遮羞布都没有了。我坐在角落，像个局外人，静静看着这场拙劣的闹剧。你们啊，就像一群围着一块即将腐烂的蛋糕狂欢的苍蝇。让我猜猜，腾飞科技还有多少所剩无几的生命呢？第1年很快就过去了，我在公司里每天准时打卡上班，准时下班，工作不出任何差错，也绝不多做一分。王浩然大概也在庆幸自己当初只用了3万块，就打发了我这个不懂变通的技术宅，从而省下了一大笔开销。
呵呵，没人能想到吧？趁着你们觥筹交错，忙着享受我那点技术带来的红利时，我就借着大把空闲时间，已经把破晓核心技术在理论层面往前推进了整整2代。破晓2.0与破晓3.0的完整架构，早就在我脑中成型了。你王浩然拿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白天我是腾飞科技那个碌碌无为的网管，晚上我是一个冷静布局、手握屠刀的复仇者。这期间，张晴还是会时不时的关心我。有一次，他看到我桌上放着的《金融学原理》和《公司法》，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庄哥，你怎么在看这些？既多不压身。在一个周末的深夜，我用一个匿名的马甲，在国内一个顶级的行业技术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帖子。它在短短几小时内就被论坛置顶，引来了无数业内大牛的讨论和惊叹。快去查到这个帖子的作者，他就是我们一直找的那个人，无论多大代价都要挖过来。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王浩然的公司在享受了1年多的市场垄断后，开始感到了压力。别的公司都在紧追我们，我们该推出2.0版本了。楚生，你来负责这个事，组建一个全新的精英研发团队。好，我一定比某个3万更快弄出来。然而 2.0 版本的开发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泥潭，他们拥有最顶尖的人才、最充足的资金，但他们缺少了最关键的东西，那个技术的核心。项目进展极其缓慢，性能甚至还不如初代稳定。王浩然在项目会议上大发雷霆，楚生被骂得狗血淋头。情急之下，王浩然终于想起了我，他让秘书把我叫到了他那间奢华的办公室，脸上堆满了虚伪的笑容。毕凡，最近工作怎么样？还习惯吧？我知道之前的事情让你受了些委屈，但是你要理解公司大了，要考虑平衡。现在2.0项目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你是这个技术的创始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它。我希望你能去指导一下团队，当然公司不会让你白辛苦的。这里是5000块钱，算是给你的项目红包，等项目成功了，我再给你一个更大的。5000块，呵呵，你用5000块就想买走价值可能又是几亿的2.0版本？我看着他，觉得可笑至极，但我脸上却露出了受宠若惊的表情。谢谢王总的信任，我一定尽我所能。我尽心尽力地加入了2.0项目组，针对他们的难题贴心给出了我的建议，将他们的研发方向引向了一个看起来充满希望，实则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逾越的死胡同。王浩然对此非常满意，在公司大会上再次表扬了我顾全大局。不计前嫌，我心里毫无波澜。这条错路够腾飞科技的研发团队挣扎至少半年，等他们半年后发现是绝路，项目只能推倒重来。到那时，留给王浩然的时间就不多了，距离专利保护期到期还剩下最后1年。辉煌科技那边，自从我那篇匿名帖子发布后，就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找到文章的作者。还没找到吗？找不到呀，陈总，他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快去找！想找到我可没那么容易。说到底，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用那种方式和他们接触，我要的是绝对的主动权。我通过猎头公司给辉煌科技投了份匿名简历，没写个人信息，只标注了有为市场带来数亿利润项目的经验。不到24小时就接到电话，辉煌科技陈总希望立刻进行多重加密视频通话。他没废话，直奔简历上的技术问题深入探讨。这场面试更像顶尖高手的技术过招，我向他展示了比他预期更宏大、更有野心的行业未来发展构想。陈总的眼神从审视变为惊讶，最终满是震撼与欣赏。他几乎笃定地问：“你就是先知？”先知是论坛上的用户给我那个匿名马甲起的外号，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种神秘感能让我的价值最大化。开个价吧，我需要你立刻加入辉煌科技，职位、薪水、期权，你随便提。陈总，我暂时还不能加入，但是我有一份更重要的礼物，可以在1年后送给辉煌科技，它能让你们彻底碾压你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什么礼物？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份礼物需要一个正确的时机，而那个时机在1年之后。我成功地吊起了他的胃口。我等，但我需要一个保证。当然，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他同意在这1年内为我提供一切必要的信息支持，并且往我指定的一个账户里预付一笔100万美金的定金。这笔钱无论1年后我们的合作是否达成，都归我所有。看着那一长串的数字，我笑了。王浩然，你用3万块人民币买断了我的尊严，现在有人用100万美金来预购我对你的复仇。腾飞科技的2.0项目果然如我所料陷入绝境，他们投入了海量的人力物力，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性能还不如测试版的、充满致命缺陷的半成品。王浩然变得越来越暴躁，将项目失败的怒火全部发泄到了普通员工身上。既然找不到解决方案，那就都留下来加班，取消所有的福利和补贴。有几个无法忍受这种高压氛围的同事选择了离职，张晴也萌生了退意，他偷偷找我：“庄哥，外面的机会怎么样啊？”“再等等，最多再等几个月，相信我，会有一个远比现在好得多的机会在等你。”他看着我笃定的眼神，犹豫再三，还是选择了相信我。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王浩然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我在自学金融和法律。小庄，我听说你最近在看一些金融方面的书，很好学吗？他把一堆杂乱的财务报表扔到我面前。
正好公司财务部最近人手紧张，你反正平时也闲着，就去帮帮忙，整理一下这些报表，做一些数据分析。这可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能让你接触到公司的核心运营，要懂得感恩，好好把握。当然，这是你本职工作之外的学习，没有额外报酬。又是那套熟悉的给你机会的说辞，而现在的我心里只有狂喜，这简直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谢谢王总，王总，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您的期望。就这样，我欣然接受了这份没有报酬的兼职，获得了进入公司财务系统的权限。距离我的专利保护期到期只剩下最后1个月，终于要结束了。我向辉煌科技的陈总发出了会面请求，地点定在了一家不起眼的私人茶馆。庄先生，1年的时间到了，我很好奇，你说的礼物到底是什么？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里面不仅包含了腾飞科技现有产品的所有未公开的技术细节，甚至还有后续2代升级方案的完整架构图。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陈总，这只是礼物的一部分。这里面是腾飞科技近1年来最核心的财务数据、客户流失报告，以及他们2.0项目失败的原因。庄先生，你的能力和魄力都让我感到敬佩。说吧，你的条件。我要的不只是钱。第一，这份技术白皮书以及后续3年的独家技术支持和升级服务，打包售价6400万人民币。陈总的眉头跳了一下，但没有反驳。第二，我要辉煌科技研发副总裁的职位，拥有独立的团队组建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直接向你汇报。第三，我要辉煌科技1%的原始期权股。陈总沉默了，而我只是平静地与他对视。庄先生，不，庄总，欢迎加入辉煌科技，你的所有条件我全部答应。我们当场草拟了合同。当我在合同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感觉到压在我身上整整3年的那座大山终于开始松动。在专利保护期到期前半个月，我向腾飞科技的人事部门递交了辞职信。小庄啊，在公司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走？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可以跟公司提嘛。个人原因已经决定。王浩然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庄必凡，听说你要走。想清楚了，离开了我这个平台，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外面的世界可没你想的那么好混。多少人从我们公司出去，最后混得灰头土脸，哭着喊着想回来，门都没有。看在你跟了我这么久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机会，现在立刻把你的辞职信收回去，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以后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我平静地看着他那张油腻的脸。谢谢王总的好意，我心意已决。好，很好，庄必凡，你给我记住了，是你自己要走的，走了就别他妈的想着再回来。这个行业就这么大，我有100种方法让你以后找不到任何一份工作。面对他色厉内荏的威胁，我笑了。办理离职手续的过程，所有人都像在看一个傻子，一个放弃了大平台，主动跳进未知深渊的傻子。只有张晴在走廊的尽头等着我。庄哥加油，祝你前程似锦。你也是，等我消息。离开腾飞科技大楼的那一刻，我没有回头。再见，王浩然，再见，我这屈辱的3年。在我专利保护期正式到期的第2天，辉煌科技召开了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场紧急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一开始，陈总就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今天我们再次郑重宣布，辉煌科技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了颠覆性的突破，无论是性能、功耗还是稳定性，都以碾压性的优势全面超越了市面上以腾飞科技破晓系列为主的所有同类产品。在所有记者都陷入震惊和兴奋的猜测中时，陈总请出了他身边一位神秘的嘉宾。下面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我们辉煌科技的新任研发副总裁，正是他带领我们取得了这次历史性的突破。我从容自信地站在了舞台的最中央。当我的脸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现场所有认识我的媒体记者都炸开了锅。是庄必凡，腾飞科技那个破晓专利的创始人。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被腾飞雪藏了吗？我的天，这是史上最强的职场复仇吗？辉煌科技已与庄必凡先生达成合作，我们以6400万人民币的费用，独家获得了庄必凡先生所持有的核心技术授权，以及其后续全部升级方案的开发合作权。6400万，这个数字通过直播镜头瞬间传遍了整个行业。消息传出的瞬间，腾飞科技在资本市场上的股价应声开始断崖式下跌，无数投资人疯狂地抛售股票。我知道那一刻，王浩然的办公室里一定是一片狼藉。老板，公司的电话被打爆了，要求解约的客户、质问合作前景的渠道商，还有投资人都在问发生什么。王浩然终于明白了，他终于明白我那3年的平静到底是在为什么做准备。半小时后，王浩然的电话气急败坏地打了过来。电话一接通，听筒里就传来了歇斯底里的咆哮。
庄必凡，你这个白眼狼，你这个无耻的叛徒！公司培养了你，我给了你平台，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你竟然敢背叛公司，我他妈哪点对不起你？你要这么对我啊！我安静的听着，没有说话。周围辉煌科技的高管都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手机。等他吼完了，我才终于开了口。王总，别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可没人替你。庄必凡，我杀了你！庄必凡，我杀了你！在他再次爆发之前，我慢慢的说出了那句我准备了整整3年的话。我只是抓住了您给的机会，把它变现了而已。电话那头，王浩然的咆哮声瞬间噎住，我没有再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好了，各位，我们来谈谈下一个产品系列的发布计划吧。旧的时代已经终结，我的时代刚刚开始。半年后尘埃落定，腾飞科技因核心技术断代、关键客户流失、资金链断裂，最终黯然宣布破产清算。王浩然从亿万老板沦为负债累累的被执行，豪宅跑车被拍卖，整个人苍老许多。而那个曾经窃取我优化方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主升，在行业内的名声彻底扫地，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在辉煌科技的新团队早已步入正轨，把张琴和几位踏实肯干却遭打压的老同事挖来，给了他们远超行业水平的薪资与尊重。在年底的公司年会上，陈总亲自为我颁发了1000万级别的年终奖和股权证书。事实证明，尊重人才、尊重技术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我知道这一切都还不是结束，它只是一个真正属于我崭新的开始。